因為我聽說之前那個 KRV 車主都有偏右狀況嘛，然後他們都會在那個車殼裡面塞鐵條來平衡一下。對，我是有聽過有些人會把後面拆掉，然後可能焊一些鐵條上去，或者綁一些鐵條。哇哦，没有錯 ，KRV 重心偏右的問題远近馳名。再加上 G7 世城汇高雄场結束後，不少車友都有陸續提到。G7 騎乘中，雙手一放開，車身就會直接往右傾倒，相當驚悚。汪洋只敢強調前後重心50:50，卻對左右重心隻字不提。難道這一切真的不是空穴來風？現在就帶了 G7 來到阿佑阿媽家外面的封閉道路，放手測試積累。我先強調，這段真的是非專業實測，我們只是好奇隨緣測試，結果方面大家參考參考就好哎。時速大概65時候放手，感覺起來沒有往右傾，龍頭也沒有自擺的情況。至於放慢至大約時速45的時候放手，也是差不多的結果。平心而論，雖然初步簡易測試下來，結果是如此。但我是沒有辦法直接下結論說 G7 完全不存在重心偏右的問題，畢竟摩托車，尤其是速可達，在各部件配置本來就不可能完全左右對稱的情況下，左右的重心分布理論上本來就很難做到50:50。反正我的好奇心已經滿足完畢，至於真相是如何，就看日後G7車主們長時間的感受心得了。Peace。大家好，這裡是今天又來騎車啦 ，G7 in the house 喲。這部影片呢，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光陽的最新旗艦跑旅，投放到我這個日常通勤的路上哦，到底能不能像 RTS 一樣為所欲為？它的整個體型也沒有大很多，大了1號啦。然後我身高178，還是可以雙腳踩平。但是我老婆覺得還是有點大台啦，就是以女生來說的話，可能還是有點吃力。身高165公分的克里斯波表示，G7的中柱可以很輕鬆的立起來，雙載騎起來還算是好操控，坐墊舒服。初步體驗下來，唯一的壓力來源就是狹窄停車位立中柱的時候，還是有點壓力，需要猛男從旁協助。另外，克里斯波最喜歡的點是G7的前置無空間，塞下飲料杯換綽綽有餘，一定是大拇指的啦。哇，對G7的第一印象其實它就是起步很輕快，然後其實三角也很舒服啊。刚才說過了嘛，超過2個拳頭的距離這裡，然後這邊也是對1個半鏡頭。哇，來到了每天我上班的魔王關卡了，哇，看好不好鑽，讓我跨氣買，有，慢速下的動力銜接哦，可以哦，反車感是這個意思嗎？哇，會不會不好鑽啊？還是啊，這個道路是這樣子的。OK， 今天算好鑽了，今天沒有到很塞。其實這台車還蠻輕的呢，只是它可能座位有點高吧，所以感覺還是有點壓力。因為我覺得主要是像我之前騎 RTS 的時候，覺得它太小台了，懂嗎？感覺就很好掌控。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放我騎車了。而且它懸吊真的很舒服，尤其是它的那個后懸吊哦，很有高級感。就你壓下去的時候，它有一種漸層式阻尼，懂嗎？它是漸層式的，對，就咻，哇，很難形容的感覺。有機会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然後去压一下它的那個就後懸吊，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体感的東西真的是要實際去體驗哦，你才知道它的美妙之處。可是要注意，這台車的軸距還蠻長的，所以我真的是要緊急專車啊！看到沒有？公車道啊，或者是路邊有人違規停車啊，要閃啊，轉換面道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軸距，不像 RTS 那樣可以為所欲為的。RTS 確實可以為所欲為。油門一拜一下。哦，對啊，這台車是很放心的油門一拜，因為它的那個加速力道哦，沒有 RTS 來的那麼狂暴了嘛。這台 G7的剎車，我的施力要再重一點點，就比起 RTS 的話。
還是可以哦，還是很好拿捏哦。那个加速很线性哎，汽车加速最怕的是什麼？就是你加速的時候，突然間到某個轉速是嘛，那個速度就掉下來的，那個扭力感就消失了，那個很可怕，那個是進退兩難。我感覺其實它應該是時速90以下都很線性吧？對，就0到90應該都很好拿捏。對，確實是很穩，確實是很穩這台車。來看剎車也是，我現在左右平均50-50 ，OK， 穩定。像我之前有試過啊，就是只用前剎的話哦，它也不會點頭，還蠻酷的，就有一點點往前傾斜一點點的，它還是可以很平穩的維持一個水平狀態，讓你停下來。來，再加速，呼呼，對啊，確實載物都很溫柔。我覺得它沒有那個RTX的爆衝感，也有可能是這台車太穩定了，懂嗎？是 RTX 嘛，你補油，哇，感覺有種拉扯感，可能是懸吊的感覺，還是車體的回饋 I don't know。可是我這個加起來，其實速度是有的嘞。像我操的什麼都很好抓，然後可是車子就覺得很平穩，很 chill。確實它的那個爆衝感有遜色於 RTX 的，不過我覺得體感上哦 G7會比較溫柔，我覺得是有一定程度的原因是來自這台車可能太穩了。固鎖式引擎嘛，就引擎直接鎖在車架上。像 RTX 就是傳統的速可達嘛，就引擎跟那個後懸吊是聯動的，對，那個引擎會跟着你的後懸吊壓縮、伸縮去擺動。這兩個多出來的支架哦，是可以另外額裝那什麼手機架什麼，就預留的空間。對啊，因為這個加手機架的話，可能就會 K 到，所以這邊原廠就多兩個這個。哇！我看，危險！用手緊急加速，呼呼！其實我覺得這台車很適合秋的騎，就是那種秋的騎，它的動力啊，它的靈活度其實是非常的幾個之上。來，稍微遠離車陣，對，還是很秋，不過只能說夠用。你用慢速的靈活度還 OK 啦，重心其實也不算高。有救護車。OK， 大家都很有公民心啊，讚。OK， 油門一拜。哇，超穩！哇，我初步感受下，我覺得 G7也蠻適合市區通勤啊，其實就是秋的一個騎乘風格，所以我覺得原廠的配置其實非常的足夠了。但如果我想要可能還原就 RTX 的那種爆衝扭感的話，現在還有鏈條這個齒比可以改，很好玩哦。我可以透過那個鏈條前後齒比去調整。像我之前那個 G30 GS 啊，那個原廠的配置是前16後40，然後我就改了成就是前15後43，就前面減1後面加3，然後哇，完全換了一台車。但是呢，它的這尾數是掉蠻多的，至少掉了應該有快28%哦，不是開玩笑的。而且到高轉會很正。回到 G7， 如果想要還原成 RTX 的那種就是市區扭力感的話，我覺得可以，因為G7它的前後齒比跟 KRV 一樣，是前17後39，可能前面減個1或者後面加個2，可能就是小幅改就可以了。所以我目前預測起來，前面可能減1，其實應該就很符合我的需求了。像我覺得 G7 一個好處是它除了改鏈條式嘛，還可以改那個傳動嘛，那個普利盤啊還是柱子之類的。但是我是不清楚那個概念啊，但是我是覺得改鏈條的前後齒比哦更直接，而且也很直觀。如果你想要尾數的話，就是前齒加大，然後後齒減小。然後如果有沒有一半？有機會有沒有掰一下，把給它磨合一下。然後如果你想要扭力感的話，就是前齒減小，後齒加大，這非常的好理解。這台車我覺得比 RTX 還要容易超速像說你 RTX 吹一吹就會超速了，然後這台車也是吹一吹就很容易超速了。但是我覺得這台比 RTX 還危險，因為它比較穩。760的話，這台車感覺像散步一樣，然後 RTX 可能算是像小跑一樣，就是車子很穩，就是覺得它沒有很快。就體感上，反正我也不是數據派的嘛，
我是體感派的，規格只是參考而已。對我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騎乘體感。現在就來分享 G7 在世青通勤的一些心得總結吧。騎起來啊，其實靈活度真的不會屬於 RTS 然後具體在停路邊機車格的話基本上高雄路邊的機車格都塞得下了，但是高雄的路邊的機車格也蠻有趣的，有些長有些短，不過基本上都塞得下，只是屁股會不會有點些許外露而已。然後油耗的部分，我這幾天觀察是大約3233左右啦，但我沒有記錄到。不過等我周末去出油的時候，我會為大家好好詳細記錄。然後大燈的部分，我覺得亮度還夠啦，因為聽阿佑說它也是有提升它的亮度。照射範圍的部分，因為其實我現在目前騎的夜路都有路燈嘛，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異狀的感覺。有空的話，我去夜跑山路吧，再看看它的整體的大燈表現如何。雖然這台 G7 是主打跑旅定位，但是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台很舒服的一台通勤用車。因為不管是它的操控性能啊、穩定度啊，還有骑士三角，我真的覺得它整體來看比 RTS 在通勤還要舒服。這個有點打破我對 G7 的原本的既定印象。然後這件事情騎起來也沒有什麼異常的感受啦。對啊，接下來看它的妥善率的部分呢，如果有改善的話那確實這個車系會很有看頭哦。妥善率的話，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到完美啦，其實有到我 RTA 的妥善率程度，應該就算可以接受了吧。因為我覺得我 RTA 也是蠻糙的，像油門一半是基本操作，除了之前在 RTA 的時候拆傳動的時候有發現浮丘之外然後還有就是騎車第一天有發現那個左握把套鬆掉，然後都沒什麼其他狀況了。然後目前 RTA 的里程超過5000公里，還有持續觀察看看吧。Anyway， G7 的市區騎乘心得就差不多如此啦。就是台很 chill、很舒服的一台車。雖然說它很 chill，但是你該快的時候它也不會慢啊。雖然它的在市區這種起步或者是低慢速的加速還是弱了 RTS， 但是從它的舒適度來看它都是完勝 RTS。然後接下來我就安排一點周末的時間去來一趟輕旅行。然後以及還有就是首保之後觀察看看它的動力有沒有在優化。對啊，畢竟我覺得車子還在磨合啦，磨合之後確實有差，但是我覺得就 RTS 磨合之後確實真的有差，就包含那引擎的震動度啊、加速的輕快感啊，真的換了機油真的差異體感還蠻大的。OK，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希望影片的朋友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我是克里斯。我們下次見，拜。引擎剛剛的鼓動還蠻明顯的，那抽一下，哇，那屁股咚咚咚，立即感受到它那個震動，那引擎的脈動。